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1到9度角。讲到这里，99%的朋友都会懵掉哦。什么是1到9度角？1到9度角其实是我们截拳道在对于我们的方向，从大环境的方向到面敌之势的方向、敌人的方向、我们手脚位置的方向到我们肢体的方向，这所有的方向我们都习惯用1到9度角来做形容。就有一点点像我们在讲12点钟方向的这个指针式哦。现在会不会有朋友在看这部片，有人看不懂指针式的手表？什么是1到9度角？很简单，就是你先写一个米字，好像我们画面中这样。我们的米字的正上方就是1度，正下方就是9度，然后左右两边呢都是5度，所以自然而然你就会知道我的1跟5之间的那一条线是3。我的5跟9之间是7，那剩下1、3之间就是2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推断方式。当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讲你现在要3度角面敌。通常如果我们要讲左边，我们会讲左3，如果没有讲，一律讲的都是右边。所以在接下来的之后所有的教学影片，我们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说明。所以如果你听不懂，麻烦你要再过来这边把这一个1到9度角的影片再看一下。那1到9度角，它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子的角度去分类第一个就是很统一，我可以很快速的告诉你，你的角度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比如说今天我们要用3度角去面敌，那3度角其实到底是几度？其实很简单，3度角对一般来讲，它就是左右的45度角。那后面的7度就是后方45度角，这是非常简单的分类方式。正前方就是0度，正后方就是180度，然后左右两边就是90度。所以原则上来讲呢，这也是我们授课上面是一个很方便的方式。再来就是一般他们在抓方向跟方位还有角度，其实就是大方向、大方位、大角度。可是其实以我们来讲，我们会有个大环境，就像现在我是用1度角正对你，你在我的1度角。可是当我今天如果转过来在这里的时候，我这样子对着你，我就是用我的3度角对着你，这也就是我们最常用到的3度角面敌姿势。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几乎大部分的武术运动都会习惯用这个角度去面对对手。只是我们习惯的是惯用手在前面，然后一般习惯的是惯用手在后面，因为他们喜欢把大威力的东西放在后面做使用。当我们今天在练习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说，来，现在大家面朝这个1度角，然后用3度角面敌，然后呢，你在做的时候，你的脚尖要朝向3度，然后呢，你的移动必须要朝1度进行移动，然后身体维持3度。你看这样讲完了，我就已经讲了几个角度，很多人就已经听不懂我在说什么。那我分析一下，也就是呢，要朝着正前方1度角进行移动。我要转到3度角来面对我移动的方向，也就是我的敌人。那我的脚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我的脚尖就是我们的脚尖不是朝正前方，是朝着3度角维持我的移动角度。移动的过程我要直线，然后朝1度角的方向移动。我的身体维持3度，脚尖维持3度，移动的方向朝1度。这就是我刚刚讲内拖拉骨的内容。所以学生要很快的去适应我们讲解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很快的在日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听我们讲什么就能够达成。再来就是呢，很多人都会认为1度是在那边，其实大家注意看，其实不是对我的右手来讲，我的手是斜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也就是我的手是这样斜的。对我的右肩膀来讲，1度角是在这，所以对我的左手来讲，1度角是在这。摄影机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正前方，是我人的中心线，或者是说我的鼻子、我的脸、我的身体的正前方才是在这个位置。可是对我的手来讲，这不是1度对我的脚来讲，这也不是1度，因为它每一个的位置都有自己的方向跟角度，这就是做到细微。这就好像是你同时用很多的关节，或者是你同时有很多个雷达去扫描你空中的一个状态，你把这个东西分得越细，你的动作自然会越细。所以当你今天在讲我今天要摆一个姿势跟敌人对打，我要45度角面对敌人，然后呢怎么站？他站的时候，他的2只脚尖该朝什么方向？他的2个膝盖该朝什么方向？他的上半身跟下半身是不是同一个方向？那又要朝什么方向？这个想过吗？那你就站一个姿势，告诉你好，姿势摆好怎样，好握紧你的拳头，然后如何。然后呢，这些细微的部分呢，脚跟要不要起来？
好，如果要起来，大概要起来多少就要 OK？什么叫太多？什么叫太少？那我的手要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我的左手好，你说记腰记，我记在腰记的时候，我的左手到底要面对正前方，还是要面对3度角，还是要面对5度角？这个细微大家是否有思考过？所以，如果今天你发现你在学的任何一门技术，什么，或是你的老师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么细微的东西，或者是他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这么细微的去教你，那我也就坦白讲，我觉得大家应该要调整一下学习方式。我觉得可以跟教练沟通，或者是换个教练。对，因为我认为细微的去教学生，把所有的动作调整到最好是必要的。可是这里我还是要强调，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武馆或者是所有的教练都是用我们这一种小班的方式去教学。像我的课程从1个人、2个人、3个人、4个人这样子的小班去教，我现在不太教4个人以上的班，是因为没时间也没场地。现在就是在我的工作室进行这样的教学，在外面开班或者是做家教班，或者是跟一些这种随护公司去训练他们的人员，这种除外。我其实现在最多就是4个人一班，没有再多了。那所以我可以这么细微，也就是我一直以来，哪怕我以前开20人班，我也是这样啦，都是很细微的去调整学生。那每一个从你的站姿到你的脚趾，你有没有过度用力？你2只脚有没有外八？前后站的距离对不对？你的脚重心落得准不准？你有没有稍微的过度前倾，或者是你的身体过度后仰？这些东西都是要注意，尤其是针对没有经验的学生，这又尤其重要，因为你有练过的学生已经有习惯了，那个可能需要改正，那更花时间。可是如果今天是都没有学过的人，我们在一开始如果就能够把这些东西给教好，他们在日后的学习会很快速、很方便、很自然，而不是要强迫他们去做一种改变。我其实最怕的就是已经有武术经验的学生来我这边上课，或者是今天他们是突然要去比赛，需要进行调整，然后我们要去调整他的动作，要去怎么样的，那个其实反而很浪费时间。一个习惯的养成很困难，但是你要去改正一个不好的习惯，那个更困难。所以在这边告诉大家，尽量的不要去让自己累积出一些不好的习惯。